嘿，大家最近有没有入手 iPhone 13了呢？在我们简单的开箱体验之后，我们再更深度实测了3组镜头都全面进化了 iPhone 13 Pro， 还有转一个角度哦，塞入前代旗舰感光元件，就是位移式防手震主镜头的 iPhone 13哦，验证了他们在摄影方面的表现呢是否有更强悍的进化，而且还包括呢尝试更深度应用 iPhone 13系列重点拍摄功能，包括电影级，还有新的摄影风格等。我是电脑瓦达的编辑 Russ， 接下来就请观看我们测试影片报告吧。在这个智慧型手机已经可以轻松录制 4K 甚至是 8K 影片的时代了。如果你问我说要去购买全片幅无反专业相机的理由还剩下什么呢？不得不说，能够轻松拍出前景深照片还有影片的能力呢，依然是许多人斥资数十万购买机身与镜头，甚至还要忍受专业相机的重量与体积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但是不得不说，那个前景深还有画质的感觉呢，依然是许多人追寻的目标哦。虽然承认我有一点肤浅啊，但是与一白遮三丑有异曲同工之妙。前景深之所以人人都爱，是因为它简单暴力切割空间的能耐，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摄影手段，或该说有点像开挂的手段之一啊。随着 iPhone 13系列推出呢，我们看到刚发表时有点被低估了，但是实际使用却让人感到非常惊艳的电影级的功能。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更应该要翻成电影感啊，就是以它的英文 cinematic 来讲的话啦。那即便呢这项功能它是有点小缺点，现在它只能录到最高 1080p 30fps 啊，所以就是代表它目前还不支援 4K 的高画质，甚至是许多人认为电影感必备的 24fps 这一点。不过呢，我们却仿佛嗅到了 iPhone 13系列似乎从这个功能开始，敲开了以往相对坚不可破的专业摄影领域的高墙。特别是在这个 YouTuber 与 Vlog 需求炸裂的时代，就大家几乎都人手一机，想要拍一个 Vlog 啊，想要用影片来创业这样子的需求下，甚至要说，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呢，这次 iPhone 甚至还很巧妙的利用行动运算摄影的特性，带来了超越专业摄影机的可怕表现。这个我们等等来谈。那简单盘点我们这次测试 iPhone 13系列的拍摄心得，我们还交叉比较了一下 iPhone 13 Pro 的 1.9 微米主相机在日夜间的拍摄表现如何。我没有预期它的拍摄表现会再跳很大一级，但是就跟当初12 Pro Max 推出了 1.7 微米的感光元件一样啊，苹果升级感光元件的更大意义呢，我觉得在画质提升上是其实没有到那么大的需求，觉得更大的意义是在于透过大光圈还有大感光元件呢，来持续加强行动摄影在低光拍摄还有运算式摄影上面的效率与画质。尽管以前代来讲差异不大，但是呢 iPhone 13 Pro 呢在真实景深的营造方面呢，我们觉得它搭载的 f1.5 广角镜头的确效果比起之前的 iPhone 要好，而且是蛮明显。这个营造真实景深的效果甚至好到我们尝试在汽车内比较防手震效果的时候呢，竟然发现它是对焦到车子仪表这一块，然后外面是模糊的情况，还好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稳定度的对照啊。但是我们见识到了 iPhone 13 Pro 系列 1.9 微米的镜头呢，相对于先前的 iPhone 的确还是有其特殊之处，也意味着大家使用时应该要更注意对焦点是否有在正确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建议呢，就是你拍摄的时候还是要点一下要拍摄的主体会比较保险哦。对了，已经算是 iPhone 的特色之一了，甚至还被官方直接放在桌面上作为桌布效果的耀光的状况。这次呢，基本上它都还是存在的。我们只能说，拍摄的时候呢，建议尽量还是避开强光比较好，就是可能调一下角度。其实有的时候呢，耀光也可以成为画面呈现的效果之一啊，所以避不开它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利用它啦。随着感光元件越做越大哦，很多人也注意到 iPhone 的主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呢，其实有越拉越远的状况啊。那很明显呢，苹果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至于他们解法呢，倒也非常的苹果，很运算式摄影。就是呢，在新的 iPhone 13 Pro 呢，它会因应竞拍呢，自动切换成竞拍更强，而且有自动对焦的超广角镜头。这也引导我们进入这次 iPhone 使用体验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微距摄影的体验。
虽然说会从望远端主动切换镜头的这件事呢，从 iPhone 大概7 Plus 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毕竟那时候就已经变成是有望远镜头嘛。这次能通过超广角镜头享受到2公分超近对焦，的确是不错。不过呢，因为 iPhone 13 Pro 系列的主镜头最近对焦实在是有一点远，所以特别是在拍摄实物的时候，就很容易遇到那种镜头不断切换的状况。稍微要拍特写一点的东西的时候，它镜头就会切来切去哦，这样切来切去的状况会引起困扰的抱怨其实不奇怪，主要是因为呢，这切换镜头会有很明显的画质，还有视角构图上面的落差，因为镜头很近，而且你又靠得非常的近，然后其实颜色也会有一点差异。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呢，苹果在 iPhone 13 Pro 系列呢，它有对应微距拍摄的需求，提升了超广角镜头的画质还有光圈，已经可以感受到苹果很尽力的希望让主镜头跟超广角镜头的画质尽量靠拢了。不过呢，因为微距拍摄还是有做一个数位变焦到1倍的状况所以这画质下降会更为急剧关于这种不断切换镜头的拍摄体验的状况其实 Apple 在后续呢也有在 iOS 的更新里面提供了一个可以关闭自动微距的开关不过我自己在安装尝试之后呢，其实发现关掉的话，你就变成以后要拍近的东西，你就必须要切换到 0.5 倍的超广角镜头呢，才能够启动2公分的超近拍然后不能够再以1倍以上的裁切来拍摄微距照片。我觉得反而也是蛮困扰的，因为你就没办法拍出视角比较没有那么广的微距照片事实上呢，我个人认为超广角微距的镜头呢，在 1.5 倍之前都还算可用，大概是因为它裁掉了旁边比较模糊或者是画质衰退的范围，所以这样的开关呢，反而让我会有一点困扰。那我只能够说，就是使用者真的是还蛮难搞的总之呢，我最后还是没有开这个功能。那在不开启这个功能的状况之下，我要怎么尽量避开或者拍出比较好看的微距照片呢？其实就与当初 iPhone 12 Pro Max 的评测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小技巧一样那我个人推荐呢，除了你真的就是靠很近，用1倍镜切换到广角来拍摄以外呢，我们会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用1倍镜头数位放大到2倍变焦左右来拍摄。这时候呢，你会因为构图而稍微再离远一点点来拍摄，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切换到超广角镜头，配合散景跟画质其实都更好的1倍镜。那以这种小望远的画面来拍摄呢，我们觉得整体的透视的感觉还有视角的感觉其实是更好的所以我们认为在 iPhone 13 Pro 呢，除非你真的是要拍那种很漂亮的叶子纹理之类的画面呢，不然只是拍摄实物或商品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偏向大家可以多利用数位裁切来进行拍摄，就可以避开就是切换镜头的尴尬问题了。讲起来，这次好像很少人提到 iPhone 13 Pro 的望远镜头。虽然就拍照的画质还有录影的稳定度而言呢，这次的3倍镜头还是保持了 iPhone 该有的水准但是毕竟呢，这次 Pro 系列更新了3个主镜头，唯一光圈没有变大了，就是这一颗3倍的镜头对于这件事情呢 ，Apple 算是以全镜头，包括这一次的望远镜头，也支援夜间拍摄模式来弥补这样的劣势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不错，也让我很期待用等效器亲密的镜头来拍摄一些夜间的望远照片。只是目前使用起来呢，这颗镜头我觉得算是走在微妙的边界的感觉这点也许跟望远镜头的光圈还有感光元件等硬体方面的限制，可能真的还是让运算式摄影稍微有一点绑手绑脚吧。首先呢，这次的3倍镜头虽然的确能够支援夜景模式的拍摄但是真的遇到很暗很暗的环境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主镜头的介入，而且会进入裁切3倍的夜景拍摄。也许在白天的时候你会感觉不太出来，但是在夜间拍摄的那个颗粒感，还有数位裁切那种画质衰退的感觉就会相当的明显那这次我们还发现有点意外的限制，就是夜间人像竟然也不支援3倍镜头的拍摄，它都会提示你要切到1倍镜才可以使用夜间人像。这2个限制呢，会让我觉得在体验方面会稍稍有一点不一致、不连贯的感觉，也是我们希望提醒大家可以稍微注意的一点在 iPhone 13系列都可以使用的摄影风格功能，其实就像是一般数位相机拍摄风格档的类似功能。它一共提供了4种可以制定的风格，让你快速切换，然后名称甚至还会很聪明的因应你细部调整的趋向呢自己改名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功能而且后来也觉得特别实用。摄影风格呢，在 Apple 发表会上强调，相对于后续套用滤镜的效果，摄影风格呢是可以保留天空与人脸的色调，就不让滤镜的颜色呢去干扰这些被摄物体的颜色或者是画质的表现。不过我觉得这个功能最好用的一点呢，是在于可以快速调整色温，还有综合对比度这一点。其实类似的功能在 Google Pixel 等手机上呢也不是没有过。不过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不能手动调整色温的 iPhone 相机系统的拍摄界面来讲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多多利用的功能稍微磨一下，你就可以很容易拍出你想要的直出的照片。虽然它可以调整的2个项目，包括色温还有色调，在调整的趋向逻辑方面还是很苹果就跟内建的影像编辑器一样。调着调着
呢，突然亮暗部的细节就突然会跳掉，这样的逻辑呢，会让人有点没办法直接的掌握细节调整的趋向啊。那不仅是对比，就连色温的话呢，也不能够像真正的你用 RAW 啊，或者是专业相机可以把白平衡调到非常的极端哦。那这一点呢是比较可惜之处啦。这功能虽然有些局限，但是就我这阵子的使用体验呢，我会发现以往很难以 iPhone 原厂相机拍出的痛调，像是那种尽可能压低高光，然后偏暗色调的照片，大概我们就只能够用1001招，就是尽可能的把曝光补偿往下压。多了色调这个武器，我们就可以调整亮暗部的对比，而且是在拍摄之前就先透过这个色调趋向来调整，所以在按下快门后，我们会感觉到比起之前只能够用后置的方式来取得类似的照片，直接用 iPhone 拍到想要的画面的时候，特别是在暗部的细节呢，其实就比较丰富一点。搭配 iPhone 越来越好的白平衡表现呢，我觉得在 iPhone 13上面，如果不是真的遇到太复杂的光线的场景啊，其实 Pro 要出码的几率也就变得非常的低了。重点是呢，这项功能即使是非 Pro 系列的 iPhone 也能够用，所以你就不用再怨叹说，不能使用 RAW 来拍摄了。更因为这样的功能有点出乎意料实用啊，所以我会很期待说未来的像是录影啊，甚至人像拍摄等更多模式呢，也可以启用摄影风格这样的功能，来让摄影的品质还有色彩趋向呢，可以更接近拍摄者的创作意图。蛮期待苹果未来能够透过更新或者是下一代的 iPhone 带来这样的功能的。作为这次 iPhone 13全系列都能用到的重点功能，电影级模式，真的是许多人啊，包括我们都跃跃欲试，而且在尝试过后也感到相当惊艳的新拍摄功能。虽然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不过就是录影版的人像拍摄模式而已，不过在更深度的使用过后，这个可以即时在影片之中制造前景深效果的功能，我觉得要说是苹果又一次将运算式摄影推向新的极限呢，我觉得也不为过。在这里呢，我先来解释一下我认为它的厉害之处啊，最后呢也会跟大家聊一聊电影级目前的限制啊，还有它的劣势。首先呢，相对于拍照的人像模式啊，电影级的反应呢，除了快非常多之外，还有能够启动前景深效果的范围，我觉得是广非常非常多。像是人像拍照模式，你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外，它就不让你启用了。现在这个电影级呢，它是很容易启动这个效果的。因为这样的特性呢，我自己判断啊，苹果这一次并非是直接套用人像拍照的演算法拿来给录影使用这么简单而已哦。只要在能够启用电影级的光线条件下呢，没错。太暗的话会不能启动，这应该还是手机先天硬体限制的问题。那总之，在能启用电影级的光线条件下呢，电影级的对焦速度呢，个人觉得不仅快到异常哦，而且它还能够侦测到构图范围之外的人物或者是车辆啊，提前进入的时候，它就会马上开始对焦哦。很多时候呢，我甚至觉得它的反应呢，甚至快到会以为它是在拉风箱或者是迷焦的状况哦。那等到我后来回去看影片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那时候已经有车辆要准备进入画面，被它提早抓到，这才让我对于 iPhone 电影级的对焦反应呢，感到印象非常深刻啊。真的让我形容这样反应的夸张程度呢，我甚至会觉得有点超越专业相机的错觉哦。实际上，这可能真的算是一种错觉啊。怎么说呢？就我们电脑马达团队的了解呢，之所以电影级能够实现模拟前景深的拍摄效果呢，主要的关键点是在于苹果它利用了多镜头的视差来判断被摄物的轮廓。这部分你可能听起来还觉得说，这不就是人像拍摄模式吗？但是我们也从电影级在重新对焦方面的限制呢，我们发现了这一套系统有趣的特性。虽然从官方示范来看呢，这个很神奇可以重新对焦的电影级模式好像有点无所不能的感觉。不过实际测试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还是会受到实体对焦范围的限制啊。就是如果你编辑一下主镜头所拍摄到的电影级的影片，你就会发现了，如果在拍摄远近不同的物体或人物的时候，底下会有一个白点显示你对焦范围已经改变了。简单讲，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呢，拍到很近的物体，这时候你再回去编辑影片，就无法再对焦到无限远的地方了。就这一个基础限制来看，其实代表呢，电影级的这拍摄模式看起来虽然很神奇哦，但是呢，它还是会受限于实体对焦的一定范围之内。因为如此呢，我们就有这个模式其实应该是在实体景深范围内模拟对焦效果的假设。另外一个可以证实这一个猜测的点呢，还可以从主要依靠 Face ID 还有单镜头也能启动电影级拍摄模式的自拍镜头呢，可以看到，因为它几乎就没有了重新对焦范围的限制。对焦像现在这种状况，就是我想要对很近的方向盘，然后我要对我的脸也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样的特性呢，我们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拍摄的小秘诀，就如果你有需要大幅度远近距离重新对焦拍摄的场景的话呢，真的就是使用自拍镜头来拍摄这类画面，可以说是最保险的方式。虽然说画质可能没有到主镜头这么好。
那像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在拍摄车内视野的时候，其实就是把 iPhone 放在仪表板上面，然后用自拍镜头来拍摄电影机。这样拍摄之后呢，就可以拥有呢事后重新对焦在离我手机非常近的方向盘上面，而且我还能够对焦到人脸的自由度哦，从那么近到这么远都可以对焦，真的是很好使用的功能哦。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会下一个结论啊，就是主镜头的重新对焦范围呢，大概就是等于实体拍摄时的景深范围啊。那这一个范围的变化呢，其实还是会跟被摄物的距离啊、光圈、感光元件大小有所关联，并没有脱离基础摄影的原理。这也导向了电影级模式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在转换对焦点的过渡速度呢，有点快要出奇的原因啊。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呢，苹果是用模拟的方式呢，在景深范围内达成对焦的视觉效果。这个切换的对焦速度呢，其实真的就是看苹果它基本上是要多快就能多快。也因为这样呢，其实很多人认为电影级对焦速度有点太快这一点呢，我觉得苹果只要稍微透过更新修正啊，或者是有可能调整快慢选项呢，应该就可以很轻易的提供更顺畅对焦点转换的效果了，就可以让这个功能呢更有电影感。再来，电影级的强大其实还包括我觉得超级厉害的物件辨识的能力啊。这一次的测试之中呢，我们可以提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啊。一个是当我在人多环境下使用 iPhone 13 Pro 的电影级拍摄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系统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哦，在框出所有的事物或甚至是动物，全部都是框框。那这样的画面呢，其实有点震撼啊，看起来我觉得感觉已经有点像是自动驾驶的那种分析画面。更妙的是，这套系统在一般拍摄的时候呢，也会在意想不到的场合哦，帮你找到应该要对焦的物体。像在这一次的测试过程中，我在拍摄一只躺在围墙上面很舒服睡觉的猫咪哦，然后它是背对我的。这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呢 ，iPhone 13 Pro 即使是在拍照模式下，还是能够很聪明的以方框标示出猫咪的背部的体型，它就进行对焦了。这时候我就拿出对照组的 iPhone 12 Pro Max 来拍摄哦，发现它其实就没有呈现这样的对焦效果。我认为呢，能达成这样的表现的关键呢，大概是 Apple 的处理器呢，多年以来以仿生这种人工智慧晶片学习所累积的成果。其实 Apple 在 iPhone 13的介绍页面呢，就有提到过A15 仿生呢，能提升相机的表现。然后它的例子呢，甚至是以电影级可以辨识人脸前后进行对焦的摄影语义来作为示意哦，证明我这个粗浅的假设呢，应该与事实的差距不会太大，也许吧。讲起来，这个电影感的功能呢与效果，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建议跟意见啊。我个人觉得啊，其实 Apple 它自己就有一个 TV Plus 的专业影视的内容了。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可能不懂真正的电影感到底是什么，甚至我会认为呢，这是电影级模式初期的表现呢，甚至可能是苹果想要炫一下它在运算式摄影能够有多癫狂的表现而已啊，就是有点炫技的感觉。虽然这次测试我们主要想要知道的是这次 Pro 系列全面更新的3组镜头的表现如何，但是对于有好一阵子呢都是以 iPhone 12 mini 作为主力机来使用的我来讲，其实长久以来我最大的心得就是像这样子轻便小巧又足以提供稳定拍摄效果的超广角，甚至有 4K 60fps 的防水手机哦。其实我真的觉得它已经有可以取代像是 GoPro 啊这类运动相机大部分拍摄场景的能力了。我就会想说，其实好像不太需要买 GoPro 了吧。因为这样的念头呢，我也萌生想要去比较一下 GoPro 还有 mini 系列 iPhone 的重量差距有多少的想法。结果想不到不比还好，因为我原本预想说 GoPro 那么小一台一定是会赢的啦。结果想不到啊，近几年 GoPro 居然增重到了150几公克啊，甚至直接超过了 iPhone 13 mini 140公克的重量，甚至如果是在用12 mini 的话还更轻，它只有133克。因为这样子对比之后，我觉得根本可以说 mini 版的 iPhone 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台具有上网功能啊，可以聊天啊，还拥有3镜头啊，甚至是支援前景深电影录影效果的多用途运动相机啊。OK， 其实我也知道啊，在价格啊，然后可以换电池，还有耐摔程度以及电子防震的稳定程度上面呢 ，iPhone 其实还是不能跟 GoPro 相提并论啊。不过轻到可以装在身上，就是拍拍超广角的第一视野的画面呢，再加上可以随时随地你在口袋里面掏出来就可以拍 Vlog 的使用弹性，甚至呢，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剪片的一台相机，就算是在现在的手机市场上面，拥有这样子特性的手机呢，其实已经不常见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聊一下，因为目前来讲，苹果的电影级模式呢还不给指定使用杜比世界以外的格式哦。结果呢，就让我拍了拍，突然觉得说，要不干脆直接就用杜比世界来剪辑啊，甚至是分享这一次的影片。会这样想呢，除了因为 YouTube 现在已经对于 HDR 的资源已经比较好之外呢，配合苹果自己的 iMovie 啊，还有3方的剪辑软体 LumaFusion 啊，在剪辑应用的方面程度已经可以更轻松来处理这样的格式啊。就算你分享的平台不适合，要转成 SDR 也非常简单啊，所以我就心
一横，干脆这整片影片都直接拍起这个可以让你荧幕烧起来的录影格式啊。经过这几次的尝试的感想啊，我觉得这样更高动态范围的格式呢，的确是十分吸睛哦。而且我特别觉得在用来拍摄像是骑车影片的时候呢，真的会让整体那种画面沉浸感会更好。所以我其实蛮推荐，就是无论你拿的是不是 iPhone 13哦，那像是12其实也可以拍摄杜比世界，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啊。苹果所提供的拍摄、观看、编辑还有分享都一条龙，可以支援杜比世界的体验。真的有机会透过口袋里面的手机呢，从头到尾完成一部规格相当专业且吸睛的精彩影片了。观察这几年苹果智慧型手机在相机方面的趋势啊，从推出 Pro 系列开始呢，我觉得算是一个 iPhone 发展的分水岭。它算是宣告了苹果在各方面都开始走向专业领域的决心。不仅萤幕呢加入了 ProMotion 的高更新率技术啊，拍摄功能方面也提供了可以让人更轻松处理出专业水准影像的ProRAW 啊，还有 ProRes 的格式。苹果同时也保持提供了一些很好上手的创新拍摄模式哦，在简单使用的前提下呢，可以用原厂的应用呢，稳定拍出更好的影像作品哦。这一切的确就像发表会所说的那样啊，真的要归功于运算式摄影的发展啊，才得以实现。手机装置的硬体呢，为了保持轻薄小巧，先天上呢，其实就不弱专业相机，可以尽情的加大感光元件啊，加大镜头，甚至是使用外接设备那样的硬体弹性哦。所以呢，手机摄影在刚开始的时候，包括多镜头啊，还有所谓运算式摄影的处理这些名词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种折中下所推出的技术哦。不过随着行动摄影系统在算力啊，还有感光元件的逐步发展之下，像是 iPhone 13系列这一种仿佛搭载了自动驾驶系统那样强大的物件辨识能力的对焦系统啊，还有在电影级模式上呢，可以拥有重新对焦范围余裕的可怕对焦追踪效率来看哦，手机摄影的进步呢，其实渐渐开始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那苹果的这套运算式摄影系统呢，可以说给我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觉得它反而利用了以往行动装置被认为绑手绑脚的劣势，反而创造出了自己的优势。像是 LiDAR 的对焦系统，如果你想要挂载在传统的相机上面呢，你很可能就会遇到像那种对焦灯会被镜头给挡到的那种状况。手机这种虽然越做越凸哦，但是对于挂载的先进的感测器上面呢，其实都不太会有遮蔽的问题哦。在这样的特性下，配合能够懂得摄影语义的处理器协同配合，让 iPhone 13呢也能够实现以往很难想象能够透过手机达成的拍摄功能哦，甚至呢在很多环境下呢还可以提供我觉得媲美专业摄影机的景深效果还有对焦速度的表现哦，的确是十分令人惊艳的进步。我个人认为苹果只要在更精进电影级这种功能的细腻程度呢，大概就能让大家少了很多必须要用专业相机来创作的理由了。讲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还期待行动装置还可以透过运算式摄影再解决哪些专业摄影上面的需求呢？是可以更低光源拍摄的夜间录影呢，还是可以更高速拍摄的功能呢？大家也可以提出来聊聊啊。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次的新的影片的话呢，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电脑王阿达的 YouTube 频道哦。那我们下一个测试再见喽，拜拜。